台湾，葡萄牙人口中的福尔摩沙，在产业先贤投入无数个春与秋的淬炼之下，一座光彩熠熠的东亚细岛就此诞生。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缘起是交大最早成立的半导体实验室，还有高雄加工出口区。在196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外资公司他们来台湾设厂，主要是在这个封测，应该是在封装的领域。那么加工出口区的设立对台湾有什么意义？你看，不到15年之间，最大的意义就是创造了台湾大量的出口，也创造了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就是台湾籍印卡巴。那时候有那个有那个照片，可以发现就是说，高雄加工区呢，他的上班跟下班那个人呢，脚踏车呢像人海一样，这样蜂拥而至，蜂拥而来。在1963年，当时我们就规划成立一个半导体实验室这也是我们中心成立的一个年份。潘文渊博士看到说这可能是台湾发展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回到台湾来提议。当时已经决定说我们要推动 IC 的计划，然后在国外，在美国寻求继续技术资源。我们这一个制造的这个团大概有7、8个。那这一个团队呢，在Ohio州主要做什么呢？主要就是做所有的制成的制造的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去了解他们，同时参加了当时候美国 RCA 公司里面的每天的工作。工研院有电子所有关于这个半导体的计划，是在1976年他们去 RCA 开始学习相关的这个技术。那我们是1987年成立的，所以等于是说工研院经过10年的扎根之后，开始把很多的技术移转民间，同时他们也开始要发展下一代的技术。裕创是成立在1991年，那个时候是有国家的任务，因为李国鼎要张忠谋先生跟我们把半导体在台湾的规模扩大，而且能够自立自主去做技术，变成一个国家的产业。文茂是在1999年年底成立的所以因为3G的delay进入呢，所以文茂在一开始的时候呢，经营相当的痛苦。那当时我就下定一个决心呢，第一，我们必须自己发展自己的技术。果然我们在2006年呢，就打进去了 Apple 的第一支3G 手机。我想第一个我们进入晶圆代工是属于整个产业从垂直整合变成垂直分工，而台湾在某一个分工在对的生意模式之下呢，能够取得优势。所以你看到台积电是2016年爆发产能跟产值，对不对？那我相信这样子的爆发，将来很多公司。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我们之所以过去几个大概10几20年当中让我们在科技产业的表现让全世界看到，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在科技产业也有一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底子好，所以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受到太大的一些冲击。可是后面呢，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因为美国本身的法令上面的一些修订，那它可能呢会使得我们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模式或者是研发模式，它可能会面临一些这个压力。台湾半导体产业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透过这一部纪录片，我们看到产业的前辈们筚路蓝缕的投入过程，他们造就了今天台湾半导体产业辉煌的成就。细岛砥砺生领袖，大笔如椽写春秋。
西岛春秋，谢谢您的参与。